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。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，就算受了伤，也得孤军作战。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？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长大你的眼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些刁难，传达的是温暖。是非在颠倒，在混乱，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。长大你的眼用心来看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希望。远航是个好人，福大命大，不会有事的，不用担心了。我老公也是好人啊，一想到儿子要坐飞机，我整颗心都要爆出来啊！我们做妈妈的，总是把孩子的命看得比我们的命更重要。哎，你那个小的不打算搬回来吗？那父女俩简直就是牛脾气，我家没有一天是和和谐谐的。我们不像艾莎那么好啊，全家人齐全又开心。你那个老的死得早，我那个老的那么固执，坚持守着照相馆，迟早坐吃山空啊！讲到你那个老的，我就气啊！扮什么神经啊？害到人家不跟我租房间，不然我的钱早就进我的包盖了。对不起喽。你要跟他讲对不起，讲几次？没办法，老公是自己选的，怨不得人。哎，你从年轻到现在，你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他离婚吗？做人家的老婆就要一辈子做个好老婆，怎么可以说离就离了？那天我在路上看到你跟一个男人拉拉扯扯，什么事啊？他到底是谁？俊生，你爸病得这么严重，为什么要回来？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再见到你阿姨。阿姨，坐。见到了你，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。别这么说，要保持好心情，一切交给医生处理。我们这把年纪，能过一天就算赚一天了。我们当年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，我们父子哪会有今天？谢谢你鼓励我戒毒，替我还了赌债，不然我可能会把精神给卖掉。我认识你在先，要不是阿雪出现，有缘才能够成为夫妻的。阿雪说她很幸福，俊生又聪明又孝顺，她感到自豪。对不起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再提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也要回去了。阿姨，这是我爸还你的钱。当年我帮你们是为了阿雪，这些钱我是不会收的。我们的心意你就收下吧。
这是我爸最后的心愿了。替你妈好好照顾你爸。我走了。哎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到底那个男的是谁？他是我一个好姐妹的儿子，我那好姐妹已经去世了。我好像看到他硬塞一些东西给你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当年我借钱给他们渡过难关，现在他们发达了，想报答我。你借给他们多少钱5000。 5000这么多？那个老的他会答应吗？那个时候我做一些糕点来卖，然后典当了我一些嫁妆筹来的。哦，难怪有一阵子你常常做糕点请我吃哦。你那么辛苦筹钱借给人家，人家现在要还你钱，你为什么不要？他要还我10万块哎！哇，你比大耳窿还厉害嘞！借5000还10万。这件事你千万别让我那个老的知道，我怕他会误会。我已经叫车了，应该随时到。哎，你还是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。医生说过你不能再跌倒，如果再跌倒呢就麻烦了哈，所以你还是靠着我吧。哎，什么不要走啊？我今晚还要出差的。你要坐轮椅去采访，就算我坐轮椅，我也要去。我保证你今晚去不了。谁说的？因为你还没有过你妈那关呢。安迪榴莲，你的宝贝儿子回来了。我儿子上辈子欠你的，害到他这样。老妈，是我自己不小心的。这么严重？医生说他3天不能动啊，这个是他的止痛药，还有 MC。3天不能动，怎么上班？快就会好的。 3天的 MC 啊，这样你不是不用做工，不用搭飞机去台湾了？哎，谢谢你让我儿子拿 MC。进去，好好休息。小心。找什么？老妈，你干嘛？这个是你的老总哈。是啊。你跟他说你的脚受伤了，还有你有3天的 MC， 你跟他说你要请假。妈，不要了。哎呀，来，我帮你。哎，还我啊！小时候就不要教你用手机了。阿才，我们的儿子平安了。不过我知道你是个女强人，你不会受影响的。潘泽国，你除了成全我们，没有别的选择。Miss Pua， 这是3点钟我们部门开会的文件，放在桌上。Miss Pua， 你不舒服？我没事，出去吧。哦，还有第2件事还没报告。说。 金总裁突然提出3点钟要跟你10项会议，2个会议只能选择1个，不可能2个都要。我2个都要，接纳他好吗？他不能没有我。他2个都要，我说不可以。什么？我是说2个会议可以同时进行。没事，也先出去吧。 姐忽然觉得，这个除了公司以外吸干她所有精力的地方，让她感到害怕。单单要不要回家煮饭，这个从前她不必思索的事，她来回挣扎了好久。一种不甘心
吞噬着他的心。他终于决定脱下家庭主妇这顶帽子，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。文清，刚才我还以为认错人了。我也老了这么多吗？没有，跟以前一样美丽，不过没有了以前的冷静。可能我是在想着工作太入神了。好开心见到你，我还以为你移民澳洲了。我正在办理。我移民美国5年啦，当年是你和我先提出要移民，怎么拖了这么久？我最近才有时间处理。正在准备跟儿子过去看学校，顺便买房子。我这次回来是看父母，待的时间不长，找个地方坐下聊聊吧。好啊。哎，小芬跟她老公是不是闹离婚啊？我不知道。伟鸿当了爷爷啦。真的吗？他最早结婚。你是班长，怎么消息这么不灵通？我忙着工作，没有时间跟旧同学联系。你那艺术家老公还是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吗？我忘了我有文件要处理，我得先回公司。我们改次再约吧，我先走。喂，我还没有你的联络电话。欢迎下次再来啊，拜拜。那个客人一个人点了一个4人套餐，哇，怎么吃得完？就是咯，那么多。潘泽国，坐下来啊。你在这里工作啊？没想到你在这家餐馆工作，看来我们这家人真的很陌生啊。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原来大吃大喝能带来这么多快感，以后我要多多享受。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呀？大家姐妹一场，你还装什么呢？我装什么？你平时都不是这样的。平时的我是怎样？冷静、绝情、坚强。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。我为了家庭努力工作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爬到后来，工作变成我仅有的。我疏远朋友，放弃我的嗜好，因为工作，我才会变成这样的人。是不是工作出现了什么问题？因为工作，我失去我最重视的一切。姐啊，你是不是跟姐夫出现了问题啊？你不要再提到他了，好吗？佳佳。一向强势的姐，处理丈夫背叛的伤害，她的第一个应变是遗忘，把所有痛苦封存起来，期待快速消除负面情绪。可是，不管藏得多深，逃得多远，痛苦还是在她呼吸的空气中弥漫，折磨着她。姐几十年的付出，换来的是一道那么深，却又不能一刀两断的伤痕。比起他，我的伤算不了什么。我们用恨来为这伤疗伤，是最明智的方法吗？还是学那个失智老妇人原谅吸毒的丈夫？远航说过，原谅伤害自己的人70个7次。我只是原谅永亮1次，怎么会那么难？
爹地妈咪早。早。早。嚯，今天不用吃草了。既然我的顾客投诉，我当然要改一改菜单哦。你看起来精神饱满，信心十足。第一天上班一定要好好的表现。儿子，你行的，加油！你们放心了，我肯定会拍出惊天动地的杰作。一定会。出来工作一定要谦虚，学别人长处啊。你爹地说的很有道理。总之呢，我是遗传了爹地的艺术眼光和妈咪的理性思维组织能力，肯定出位的啊。我们对你有信心。嚯，你们今天很合拍嘛？妈咪，谢谢你让我待在新加坡追求我的梦想。无论妈咪做出什么决定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你好。哦。今天有shooting，不来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不是第一天工作，有经验的。bro， 这盏灯你往那边移差不多30度。你谁呀？我是新来的摄影师钟博文。哦。你们在这稍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嘿，我们又有机会合作了。你是今天的摄影师，一定要拍的比上次美啊！我们有合作过吗？嗨，你好，我是 James。语言。Brandon。学长大名。James 你好，我是。开始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就坐在这里，想象是初恋情侣第一次触碰对方的感觉，然后慢慢的移向对方的指尖，产生触电。原来是看到了产品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我们一起准备吧。你是新来的 intern。我是南大设计学院摄影系毕业的。那就是没有工作经验了。这盏灯你调过？是啊。好，就依你的。为了迁就这一盏灯，木椅移来这里。动手啊！我啊？难道是我？动作快一点。轻一点好不好？产品打破了，你赔不起啊！发什么脾气啊？等等，我还是觉得放回原位，偏西北30度最好。快一点啊！你在等什么？我们没时间了。干嘛了？让你看看自己有多难看，才学会笑。你自己看多丑。那个 James 分明就是整我，分明就针对我。喂，情人谁会让一个新人骑在头上啊？我监工的时候，老板明明说我是做摄影师的嘛，怎么知道现在会打杂啊？那你要告诉自己，为了钱，我忍。其实你真的很money face哦。哎，你没有money，看你还有没有 face 啊？想去旅行没有钱，想要请 daddy 妈咪吃好料也没钱，想随便浪费宠宠自己更没钱。我是不会让钱控制我的人生理想的。你不会每个月还在拿零用钱吧？没有啊，我这2个月都没有拿了。我帮外公拍户外毕业照，有钱拿的嘛。行，钱能买到自尊和快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记住，拿薪水的时候要催眠自己，受苦是代价，每受的一刻苦就能换取工作经验，工作经验多了，以后就能换更高的代价啊！
这就是最佳的心理平衡。你现在身价很高啦。幸好我第一次工作机会是遇到 Zam， 他很好，很欣赏我。我舅舅，他好。当然好啊，他是我遇过最有才华、最懂人心的暖男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舅舅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他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喂，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舅舅？没有礼貌！给我！终于肯接电话了。你先别生气，听我说。Susanna系列如果找你做代言的话，会被人笑你 act cute 的。其实我已经为你准备了熟女系列 ，Vanessa Forever， 由你做代言。这是我精心为你设计的，全新加坡只有一件，够诚意了吧？啊？总之呢，你穿着它去参加玛格丽达吃上晚宴，我保证你惊艳全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曝光机会。我们见里面再聊，我现在在端后，我会等到你来为止。你的脚还没有完全好，你不要再走了，你小心再弄伤啊！美女，我没事。晚饭后我们到公园散步。时间刚刚好，鸡脚花生汤给你们加菜。来来来来，特别煮给我儿子补脚。是啊，谢谢阿姨。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喂，老总，谢谢关心，我差不多康复了，星期一就能回去上班。老总，一定是误会。我采访 Zampa 的时候，他亲口说 ，Susanna 系列每卖出一件，就会捐出收益的一半给亚细安慈善机构。哎 ，Zampa 不是你儿子泽明吗？是啊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啊。老总，我会跟进这件事，给你一个圆满的解释。泽明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害到你啦？没事没事，别担心。老妈，我出去一下。你还要去哪里？你在 MC 嘞。我去就回，你先吃。阿姨啊，等我忙完了再回来喝你的汤。哎，你小心你的脚啊！嗨，你好，我是倪语言，是 Zam 请来的模特儿。嗨，语言，你今晚好漂亮，谢谢。哪位服装设计师的杰作 ？Zampa， 限量版哦，独一无二，全新加坡啊只有这一件。Zam 说今晚有惊喜，原来又有新杰作，给你拍张照。好啊。全新加坡唯一。来来来，有位拍张合照吧。故意的吗？哇，老邓，受伤了还做采访啊？没关系，我给你第一手资料啊。为什么陪我做Susanna系列的收益会做慈善？我捐款慈善的事，我交给我的 staff 去处理了。可是慈善组织一直没有收到捐款啊。这应该是行政运作上有点延误吧？那我是误会你了，还是老总收到的消息是假的？哎呀 ，brother 啊，捐出一半的收益啊，这么笨的事只有我肯做。招人妒忌，被误会是搞宣传，可以理解的。在这里 ，Zam， 倪语言和Vanessa都说自己穿的是全新加坡限量版晚装，到底哪个是真版本？哪个是山寨版的？请发表一下意见。再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哎，你看什么？看得那么开心呢？来看看。来。哎。哇，我成为红人的妹妹不错啊！哎，妈，你别想劝我回家啦。妈，你来啦。
你为什么要害远航？被老板骂公私不分。你说过要将一半的收益捐出来做慈善，为什么要骗人？妈，在商言商，用慈善来制造新闻很普遍的啊，我们这行都是这样做的。哥，这个撞衫事件是不是你策划的？做商人呢要有计谋，要不然怎么在众多竞争中脱颖而出啊？你怎么变得这么势利，这么坏啊？哎呀，妈，商业上的事你不懂就别管啦。你不对，我就要管。我不觉得自己不对啊。那第一，捐款做慈善的事，我只是在拖延，又不是说不做。第二，撞衫的事，那是生存之道，我已经成功将死对头手都要压下去了。其他人不管，如果你害远航失去工作，我怎么向他的妈妈交代啊？记者挖料，我给他好料，他帮我宣传，公平交易啊。哥，你这样耍手段害远航，你还这么厚颜无耻啊！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我怎么会教养出一个这么坏的儿子？那就不要让我这个儿子。我真的很失败。哎，妈，喂，你快点跟他道歉啊！哎呀，妈！妈，你不要难过了，我代替哥向你道歉吧，对不起。哥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他有时候说话没有经过大脑，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。阿佳，远航会不会被开除啊？我想应该不会吧。人家刘连少养儿子，我也养儿子，养出个好人，我却养出一个坏人。我只是要一个踏踏实实的好儿子，为什么你们三个老是让我那么担心啊？我很独立啊，你不用担心我的。女人再怎么强，也要找个好归宿的。阿佳，能不能再给永亮一次机会？哎呦妈，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了。阿佳，只要你能够找到像你姐夫那么好的男人，我就不用担心了。好男人，你姐那么专制，老是欺负他，他一直都在忍让，难道不是好男人吗？妈，有些事呢是不能看表面的。我只知道，你姐如果不改过，她一定毁了自己的婚姻，我一定会好好骂醒她的。你冤枉姐啦，是可怜虫偷吃。是啊，我知道啊，是我叫她偷吃的，这样才能够平衡心理啊。有没有搞错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你姐老是给她吃有机的食物，我煮了猪脚给她吃，当然叫她偷吃，不能让你姐知道啊。哦，他不是偷吃猪脚，他，哎呀，算了。怎么了？你姐夫做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你快说啊！他犯了男人常犯的错。你是说还有第三者？2年了。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怎么可以欺负我女儿？不行，我去教训他。妈，你还是不要插手了。那天是我第一次看到姐哭得那么惨，她也不肯承认婚姻出现了问题。你还是别去拆穿她了，你让她自己一个人去处理吧。不行啊，迟了就阻止不了他们离婚的。妈，现在的人离婚就像重感冒一样的，说不定姐会找到更好的呢。怎么可以这么说啊？你姐要离婚啊？你不但不阻止，还鼓励他们离婚？他们都已经闹到这样了，你还想他们怎么样啊？那不和不就离了？哎妈，你不用这么老土了。阿明讲慈善，阿国闹离婚，你有没有传统观念？你们3个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妈，别跟着我，让我自己静一静吧。合作愉快。卖画的合约已经签好了我的职员跟你买了多少，200幅，比你预先说的还要多。你刷办事很有效率。
部，室内职员效率高。倪氏集团最近策划成立一个新的部门，收购全世界顶级的艺术品，在旗下的每家酒店做轮回展出。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你当得起？我只是帮一个无名小卒卖了200幅他的作品。连无名小卒的作品都卖得那么好，我对你的品味绝对有信心。酒店愿意买下他的画，是因为他真的画得好，还是因为我们认识？那一次是机缘巧合，我刚好去画廊看画，第一眼看到你，就被你独特的气质给吸引了。后来我才注意到那些画跟你一样，很有味道。我下周有批新画到，我实在没有地方摆你托我买的画。郑老板，谢谢你。一个星期有168个小时，我不孤单，一定不会再孤单，一定会有欣赏者的。你这画要卖啊？用“卖”这个字眼呢，多少有亵渎作品的意思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可以是心灵接触，让欣赏者看懂画家的心情，将它带回家。给我一个机会卖弄一下。好。一块普通不过风化的石头，1/3没入水中，流入水面石头的缝隙中，有一朵柔弱的小花，赖着它活下来。但在水面的倒影，有一点泛黄波光。我没有访问过它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它这一生，就算是余下最后的光阴，它依然渴望着像石头一样保护着他的小花，他的所爱。他希望成为他的英雄。我不孤单的画家到底是谁？有你这样的伯乐欣赏。他这个人很内向，我没办法介绍你们认识，很抱歉。我猜想，你是他眼中的小花，他要保护你，是你的英雄。可惜他不懂我。你才是懂得欣赏我的人。想不想上去楼上房间？心理专家分析，遭遇婚变的女人开始不能接受事实。倪先生的赏识是她沉溺挣扎中的救命草。解从抗拒、自卑、愤恨，进入我最不愿意发生的报复阶段。他要让可怜虫也受到同样的耻辱。妈，你不是有我家钥匙吗？为什么不上去？我要先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才好骂醒克林，让他回头。我没事，不要管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阿国，发生这么大件事，为什么不跟我说啊？跟你说，你能帮到我什么？克林这样子伤害我，我是不会让他好过的。你看你，总是这么嚣张霸道，是你自己逼走自己的老公的。他现在在外面搞外遇是他的错，我是你女儿还是他是你儿子啊？就因为我是你妈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一个巴掌是打不响的，他不对，你也不对。是我不对，我不对，我不值得你同情，我贱，我。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不配做你好女儿，
我生我死，我跟克利到底会不会离婚都不关你的事，你回家吧。阿国，阿国，阿国。哎，艾云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有什么事不是说出来吗？你这样憋在心里会憋出病的。我是你的好姐妹，你不跟我说，你要跟谁说？说出来。谁欺负你，我帮你出头。一定又是那个烂西瓜，他欺负你啊？ 是我很失败，我没有把孩子教好。你都已经把他们养到那么大，他们也已经成年了，对错就由他们自己负责，不能什么事都算在你头上。阿明害远哈，对不起啊。这种人一定会有报应。Sorry， 我把话说回来 ，Sorry 啦。我老实说，他这样害我儿子，我是真的很生气。坏人就应该有报应，那报应在我身上好了，为什么要报应在阿国的身上呢？他怎么了？我女婿搞婚外情，阿国要跟他离婚。你那个可怜虫女婿也没赚什么大钱，怎么会有小三缠上他？女人太本事、太聪明，男人就会自卑，婚姻就会出问题。阿国是爱面子，不敢告诉我。还有那个老的，他一直来都很看不起我这个女婿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一定会砍死他的，千万不能告诉他。我倒觉得你应该让那个烂西瓜知道，就是因为他的坏脾气啊，那么臭，他一定要负责吗？遗传给他的孩子了。以前啊，阿才就常常跟我说什么原本生出来的什么家庭，哎呀，我也忘了。总之就是说，下一代学习到上一代的坏榜样。现在想起来，也好像是真的。我记得当年我嫁入他们家的时候，才发现我家翁的脾气比他更臭，我家婆也很霸道。我在他们家吃了很多苦头，受了很多气。啊，你真的是很可怜，你看是不是啊？我说的对不对？这就是原生家庭的迫害。对了，原生家庭，你3个孩子的臭脾气是不是跟烂西瓜一样？也就是说，你的大女儿被赶走她老公，你的儿子已经把他的老婆气走了。啊，你那个小的，不好，阿佳一定会嫁得很好，求上天保佑她幸福美满。你要你的孩子有好的将来，就一定要把原来的祸根砍掉。你要我砍掉我老公？要他先改好臭脾气，这条祸根砍了，才不会延害下一代。不止你儿子、女儿这一代嘞，你还有孙子嘞，他们以后的那一代嘞。为了后代，我只好试试看了。不是试试看，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。来，我们来练习一下。啊，你把我当作烂西瓜，我骂你呢，你就骂回我。喂，我叫你不要跟那个臭榴莲来往，为什么你不听？你还坐在这里干嘛？回家！我早就规定，叫你不可以跟臭榴莲在一起，你竟敢跟我作对！我要跟谁做朋友，你管不着。你跟臭榴莲在一起会变成泼妇。你刚才在楼下大声骂人，你才是泼妇啊！对付那些恶人，要比他们更凶。我是恶人吗？你的儿女是恶人吗？我是在教你们啊，爱之深责之切，你们懂吗？
一直以来，我都希望有个和和谐谐的家，就因为你的臭脾气，把儿孙都骂走了，所以到现在我们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有拍到，都是你的错。我要你砍掉你的发神经了，要我砍掉？我要你砍掉你的臭脾气，砍掉你的专制，砍掉你的霸道，这些都是害到我们一家人不能和谐的祸根。如果你不改的话，我们这个家就散了。喂，喂，喂，我刚才说的话，你听进去了没有？现在很多这种无聊的电话，一定是要骗钱的。听到有男人的声音就挂了。你还没有回答我啊！你的电话响啊！你回答我啊！我帮你接。不是本地的电话，你要小心呐！现在很多骗钱的，不要上当。喂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不会出来的。那10万块我是不能拿的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你安迪的好朋友，你可以叫我安迪榴莲。哦，好，你在哪里？好，我陪他去。啊？你一定要见到他，你才会去机场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马上来。你怎么可以答应跟他见面呢？你那个老的脾气特别臭，除了原生家庭遗传之外，也是因为钱不够用，他守不住照相馆，所以心情特别差。你拿到钱，你支持他，他心情好了，多少也会改掉一点臭脾气，大家也就都好。来，阿姨，谢谢你肯出来见我。我不想你上不了飞机，所以才来见你的。是啊，我明天就要飞回印尼了。明天？不是现在吗？哎呀，我不说的紧张一点，你怎么会来啊？在我带我爸的骨灰回印尼之前，阿姨，我爸的心意，请你收下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是不会要的。爸生前一直念念不忘你为了帮我们所受的委屈啊。爸坚持一定要补偿你。你拿回去吧，我跟你爸之间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。那就当是我报答你吧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早就不知道被卖给谁当谁的养子了。看到他把你教得这么孝顺，我真的很安慰。爸在走之前，能够见到你一面，和看到哲家妹妹的照片，他很欣慰。爸唯一的遗憾，就是当年没能亲自抱一抱哲家妹妹。爸临终前说，这些钱就当作是送给哲家妹妹的结婚礼物。好兆头啊！你看，连嫁妆都准备好了，就表示你家那个小的一定嫁得出去了。是啊，我心领了，你拿回去吧。要说才会应验嘛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我跟她是好姐妹，我先帮她收，包在我身上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还给她？阿姨，我们已经送出去了，你就收下吧。我都说我不要了。哎，要的，她很需要的。啊，我拿给她啊。谢谢。阿云，你的支票了，谁叫你拿的？你不要跟钱过不去，你有了这张支票就家和万事兴了。不是我赚的钱，我不要，你拿回去还给他吧。哎呀，这个是你的支票，你自己拿去自己处理了。我不要啊！哎。有时候摔倒，连跌带滚很冤枉。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，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？为什么
戏剧收场那么困难。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，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。不要哭，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黑暗中是企图蒙蔽阳光。所以张大你的眼，用心看，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。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一线条那传达的是温暖。